好，來看到中美科技戰，中國大陸最新消息，趕快帶觀眾朋友來看哦。DUV 確定進入量產了，那可能來做這一些 DUV 的企業，現在指出神秘企業包括了余亮生，還有新凱來會來做助攻嗎？艾斯摩爾是否霸權告急？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艾斯摩爾危險了，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早，還沒有辦法追上艾斯摩爾技術，留言寫2來跟我們互動。艾斯摩爾光刻機，我們要來看到它的史普尼克時刻來了嗎？今天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現在說呢，大陸的 DUV 光刻機傳出即將量產，數十年來艾斯摩爾都是壟斷，現在迎來最大挑戰了嗎？那麼它造出來的這個光刻機有沒有可能設備未來打成一個白菜價，甚至是如何走出一個跟艾斯摩爾不一樣的新道路嗎？那麼現在也在看，包括了中國大陸的記憶體龍頭大廠這一家長鑫存儲的產能逼近了美光，加上中國大陸光刻機的突破，全球記憶體是否迎來新一輪的價格大戰？來自於中國大陸給全球的挑戰將會變得更大嗎？今天會來做深度的剖析。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最新消息，是科技媒體 The Information 所做的報道，一家獲得中國大陸政府支持的企業成功制造出了深紫外光微影設備，預計在今年就可以來做生產。那現在預估呢，會有5台的 DUV 的設備，那麼明年他說就可以進入在量產，而且擴大到20台的一個規模，代表艾斯摩爾要危險了嗎？它的技術壟斷已經時代結束了嗎？現在說呢，首批5台的國產 DUV 會給中國大陸3家的半導體企業這一些代工廠、晶圓代的大廠來做使用，包括了中芯國際、華虹，還有長鑫存儲等等哦。那麼消息一出之後，艾斯摩爾的股價立刻是重挫了8%，全球半導體族群也可以看到股價同步的受挫。那麼 DUV 現在進入量產，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說，未來有沒有可能這一些高價光刻機變成白菜價呢？這一款中國大陸的 DUV 可能跟艾斯摩爾走出不一樣的路線嗎？謝大使怎麼看？對，其實這個是一個訊息出來哈，大家都蠻關注的啊。那很多推測到底是哪一家的？我看到比較具體的推測是上海微電子，而這個已經有機型了，它叫 SSA 800系列。那這個上海微電子這個 SSA 800系列，它事實上它如果說是單次曝光的話，它可以制造出28奈米的晶片。那如果多重曝光，它甚至可以達到14奈米或者更這個先進的這個程度。所以這個來講的話，已經接近了這個 DUV 不是 EUV 它是深紫外光機的它的這個極限了。所以這台機器是很受到大家的關注。那看起來這個消息來源也是非常非常的怎麼講，可信的。所以這個機器的出現事實上已經等於說中國大陸在這個光刻機的技術上面製造技術上已經取得了一個里程碑的一個進展。那事實上的話還有很多人就對它的性能也是還是更關切就是說它的效能怎麼樣？我看這個公布的一些數據看起來也是相當的先進。它每1個小時大概可以處理到150片晶圓片，這個速率是相當高。它的良率，這是大家最關切的，在90到95%之間，所以是相當高的良率。那公布說今年它準備生產5台，明年就要生產到20台。那當然这個速度是算是快，可是如果說跟 ASML 同類機型來相比的話 ，ASML 這一類機型2025年它就一共生產了131台，所以在這個量上面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差距。是，所以不過就是說，這個基本上它已經經過測試階段，它已經直接進入商業生產了。所以這個後面的追趕的話，可能也不會說太慢。所以呢，對中國大陸來講，這個是直接照浸潤式的這個光刻機的這個原理所製造的一個所謂的急速從後面追趕，這個已經趕到目前這個狀況，算是速度算是非常快了。那這是從所謂的集體直追。
那中國大陸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路存呢？也就是說彎道超車。事實上的話，前2個月大陸也公布了一款叫這個奈米壓印技術，它走的不是這個光刻機，它是用壓印的技術。事實上也有說它最後可能也可以做到5奈米，不過就是說外界的質疑說它的良率還有它的那個能效的部分那個數據還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覺得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在這個完全沒有光刻機的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之下，過去有做都是100多奈米的差距很大，在短短3-5年之間可以趕到目前這個進度那是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那接下來就是說要攻克的話，如果是7奈米以下的話，那可能這個光源的部分還要做更大的一個突破，因為這個叫極紫外光機。那這個其實在過去我們看的一系列的這個中國大陸有關這個光刻機製造的突破部分，其實它是一個綜合性的一個，因為上海微電子它的光源的部分，上一次看有關光源的突破是這個應該是哈工大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他們的突破，所以這個技術之間可能彼此都在互相的怎麼講資源，是，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是用舉國之力在發展光刻機，那麼這一次的那個上海微電子 SSA 800系列事實上真的讓感覺真的趕的速度是蠻快的。好，所以 DUV 終於中國大陸的部分終於是量產了。那剛剛大使有提到嘛，現在其實理論上還是28奈米，但是在多重的曝光之下，是不是可以到14奈米？甚至未來有沒有可能請教尚志哥往7奈米來做攻克呢？再來就是說，這家神秘光刻機企業背後究竟是誰？您要怎麼看？好，其實現在中國大陸已經可以非常穩定量產的做到，就是中芯國際的 N+2就是7奈米了。5奈米的量產雖然還沒有辦法到那個隨心所欲，但也都很穩定了。它其實就是用原來艾斯摩爾的舊的它的 DUV 重複的曝光，而且有新的曝光技術，特別是華為用這個部分的他們的涛定律，等於是用艾斯摩爾的這個光刻機，但他們有新的部分的技術所以其實7奈米、5奈米其實現在很普遍，而且也是12寸大片的晶圓。那我這次我要講一下，這次光刻機是這樣子。我想光刻機很清楚了啦，雖然沒有被中國大陸正式證實，可是因為這一家媒體的 information， 然後路透社引用，在昨天為什麼這個消息出來，美國費城半導體啪大跌，艾斯摩爾在歐洲股市大跌，台北股市在我們錄影的今天跌2000點。就是因為一個是長興嘛，那個長興出來的時候，台灣的這些很多的這個我們講說這個存儲也都慘了嘛。然後另外的話就是這個消息，然後這個消息我們殺傷力這麼大，其實不模糊，其實坦白講都知道，就是這個宇亮生。其實就宇亮生這家公司，它的是浸潤的 DUV。那浸潤 DUV 跟先前大使講的那個上海微電子，它是乾式的 DUV，已經非常非常穩定了。乾式 DUV 基本上來自日本的技術然後再把它改一改。而大家特別注意這些當中的技術都不是照抄，都要避開日本跟美国的專利，自己重弄一套所以這裡不只是廠商在研發，還有這些大學裡頭哈工大那些帶有很多的理論數據在裡頭。好，宇亮生大家特別注意，我想在我們節目之前談很多事，不是講說新凱來也在做嗎？有，新凱來現在確定新凱來沒有做光刻機，但是新凱來做光刻機跟它很直接相關的刻蚀技術、薄膜沉澱技術，這是配套的。而新凱來是宇亮生的母公司，它投資了宇亮生，所以中國現在就是在做浸潤光刻机的就是宇亮生了，而且背後還有上海國資委，就國家的大的投資基金在這裡頭，所以它的進度什麼都不用跟外面報告。那現在這一次會披露出來，主要就是它因為已經年底前要做出，刚剛講年底前要做出5-6台，然後要提供給包括上海中芯，他們要上機台，已經要去生產了。各位，我們對於這個光刻機搞不清楚，為什麼說會對全世界那麼重大，對艾斯摩爾重大影響？一台光刻機，你不要說 DUV、EUV， 裡面有70萬個零件，70萬個零件以艾斯摩爾來說，是全世界美國、日本是幾萬個公司提供的。好，中國大陸難道宇亮生自己做這些零件嗎？所以說這個光刻機意味着中國能做的話，表示中國也能做出10萬個、70萬個零件。這個當中是一整個供應鏈，每一樣東西，剛剛講刻蝕、薄膜沉澱，然後另外還有這種清洗。每一樣都有技術，每一樣都有公司，族繁不及備載。
所以呢，這個部分是大家對於全世界光科技，所以你也不是一台機器，它不是一台印表機，各位。所以這個當中的影響性，大家特別注意，它的衝擊就這麼大。是好，我們這樣講，光科技真的是最重要的第一名。如果中國大陸能夠慢慢趕上，它現在距離艾斯摩爾還很遠啦，但是它整個70萬個零件都有了，你覺得後面呢？追的速度就更快了。我們盤點一下，其實最近好多東西，我覺得值得跟大家說一下哦。第一個，中國大陸我們來看有哪個？第一個光科技嘛，哈。第二個，我覺得已經追上的就是晶圓生產的成熟晶片，28、14奈米這些其實量最大。中國大陸在前2年已經多到包括把台灣打敗了哈，把聯電、台積電就全世界在賣，已經賺多少錢？現在中國大陸科技的出口獲利最多的就是成熟晶片。第3個是什麼？就是存儲。我想存儲，待會我們會討論這幾天的，就是長興科技，人家不只是做 Flash 的或這個，人家是包括 DDR5 的技術跟全世界同步在追上了。最近還包括什麼？就是主要是 HBM。HBM 呢真的是非常關鍵，最近它是這麼漲，也就是因為如此。那除此之外，我想包括 AI 的這個機櫃。華為這個昇騰晶片，還有它的機櫃，AI 的大數據模型，還有大家很少討論的先進封裝，跟下一代、第3代半導體，這個中國大陸的很前面哦，甚至不會輸美國，同步的部分在進行。我想這些其實都是值得，包括第3季、第4季也都會有很多新的哈，除了 Kimi 這個大數據模型之外，還有好多，包括 DeepSeek 的 V4哈，全部都要出來了。我覺得到年底之前會把全世界的科技類股狠狠打臉一大波。好，中國大陸的科技業現在看起來百花齊放哦。那剛剛講了嘛，影響到今天這個股價，全球的晶片股、類股、半導體類股的股價全面下挫的原因，除了說大陸的這個光刻機 DUV 釋出來之外，就是要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記憶體的龍頭這一家長興存儲也有公布了它的重大突破，公司掛牌哦，成為今年亞洲規模最大的 IPO 之一，股價一口氣暴漲了466%，甚至市值超越了英特爾，成為中國大陸 A 股市值最高企業。那他預計說，今年來產的這個晶片量是35萬片的晶圓，那麼只比美光少了2萬多片。目前我們來看全球的半導體的市占，來看到 CG 第一名是三星電子，大約60到65萬片；第2名同樣也是韓國的 SK 海力士哦，第3名則是美光了，最後是長興存儲。現在說未來這個第4名的長興存儲可能超越第3名的美光科技，記憶體會不會也出現了所謂的白菜價，對美國造成威脅呢？將軍又怎麼看？這長興存儲它的發展的模式，我認為跟中國大陸一貫的發展模式哦，先攻佔市場，先不要強調利潤，你先攻佔市場，有市場之後再談利潤，所以這個邏輯哦，它是一直掌握住。我們來看這個大疆無人機，大疆無人機就是這樣，它現在在全世界的市占率70%到80%之間，你看這個碾壓全世界了。在美國好了，我們講到消費型的无人機跟商業型的无人機。在美國也占了70%到90%，那碾壓全部了嘛？你一個人就通通被你占光了嘛？那我先有市场，那我以後再賺錢。為什麼？因為其他的都被我打敗了，是這樣子啊。那我們看新能源車、電動車，中國大陸在歐洲的市場目前的大概市占率大概9%到10%，是這樣。那已經踏出第一步了。然後在英國占15%，你看多不多？我們只講的車子哦。你看歐洲的，包含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都是做車的哦。中国大陸已經打入了。那現在的話，換句話說，2030年呢，中國大陸的這個車子大概要占在整個歐洲市場，包含英國要占16%。那這樣的話，超過日本跟韓國的總量，在歐洲的車的總量，它一個人就碾壓了日本跟韓國的總量。那我們現在看長興存儲，長興存儲它現在是在第4名嘛，對不对？它輸給三星36到37，輸給海力士，然後第3名它輸給美光，它第4名。它現在第4名大概在9%、10%哦，但是你要看出來哦，先求市占率的DRAM，這個市占率出來之後，先用合理價，用合理價我的利潤不高，但是等到市場攻占呢，就跟我剛剛講的，包含大疆無人機，包含新能源車，那這一個同樣的長興存儲之後，我們按照經濟學的模式，對，按照這個凱因斯跟亞當·史密，這供需啊，因為價格機能是一個看不見的手，由供需決定。但是我價格越低，變成我的需求會越高。為什麼？
我的市場就這樣子啊，大家來供需嘛，我價格高，市場市占率小；我價格低，市占率大。他就按照按照这個步驟走，前面有了，前面是摸了石頭過河，大家看到前面的模式來走，那長興存儲是不是將來當然要先把美光弄打敗，然後再來海力士，到最後面才是我們所講到的三星。它一步步來，這樣慢慢攻占。所以是不是又大家講呢？就是美國商務部長講的，變成產能過剩。我喜歡講那個講那個4個字產能過剩了，因為它整個量產出來啊，報酬規模就展現了，這個時候才瞧利潤。所以看它整個的一個發展邏輯，中國大陸一直走這些模式，這些模式還屢試不爽，其他國家還沒有辦法，因為其他國家可能要在整合上，尤其在人力支出，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原料、人力支出、裝備、廠房。包含土地，你這個是做任何產品的4個大條件。中國大陸在這個人力資源、人力的成本上就是比較低，那比較低，成本低，那就有競爭力，那競爭力就出來了。所以它的發展模式，我認為一貫的發展模式不會變。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